一位女士，她带着破碎的心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我的丈夫离开了我，那种痛苦、悲伤和对未知的恐惧排山倒海而来，我感觉自己好无力，到底该怎么办？这句话像一颗投入镜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我相信在荧幕前的许多人心中都感受到了那份震动。大家好，我是爱妃。这个问题它不只属于这位提问的女士，也曾属于过去某个时刻的我，甚至可能也正属于此刻荧幕前的你。今天我想陪你一起走过这段路。当我们被抛弃，当我们所爱的人转身离开，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世界被瞬间掏空。我们站在原地，看着对方的背影，感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被活生生地带走了，剩下的是无边无际的无力感。我们想做点什么，却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想抓住点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这个场景你熟悉吗？然而，就在这位女士陈述完她那令人心碎的处境后，一位灵性大师问了她一个看似简单，却足以颠覆一切的问题。大师说：我知道他离开了你，但是那份痛苦、那份悲伤、那份恐惧，它发生在哪里？这个问题让这位女士愣住了。她想了想，回答：它发生在我的内在，在我的身体里。是的，它发生在你的内在。这是一个悖论般的时刻，却也是我们拿回所有力量的起点。事件发生在外部，但它离开这件事所引发的所有情绪风暴，那份痛苦，那份心碎，那份恐惧，100%是发生在你的内在世界里。这并不是在说你的痛苦不真实，不，你的痛苦无比真实。但理解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把探照灯的方向从那个已经远去的背影，转向我们自己这片广阔而又神秘的内心宇宙。因为如果情绪发生在内在，那么疗愈的钥匙也必然藏在内在。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你的伴侣，他的离开并不是你痛苦的原因，它只是一个触发器。是的，一个触发器。它按下了那个按钮，但引爆的是你内心深处早已存在的一个装满了未曾处理过的情感的火药库。现在，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想象。想象一下，在你的手臂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甚至可以看到骨头的旧伤口。这个伤口也许是在你5岁那年，因为渴望父母一个拥抱却被推开时留下的；也许是在你10岁那年，因为被最好的朋友背叛而刻下的。总之，它在那里从未真正愈合，你只是用一张小小的肉色的 OK 绷把它贴了起来，假装它不存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这个旧伤口就是我们内在积压的来自过去的悲伤、恐惧与被遗弃感。然后有一天，你的伴侣离开了你。这个事件就像一个匆忙的路人在与你擦肩而过时，他的衣角不经意地轻轻地勾到了你那张 OK 绷的一角，把它唰的一下给撕开了。在那一刻，你感受到了钻心刺骨的剧痛，你尖叫，你崩溃，你指着那个路人对全世界哭喊：看，是他伤害了我，是他让我这么痛。可是亲爱的，你真的想一想，那份痛真的来自于那轻轻的一碰吗？还是来自那个被你遗忘已久，再次被残酷地暴露在空气中，血肉模糊的旧伤口本身？
你的伴侣就是那个路人，他的离开就是那轻轻的一碰。他之所以能引发如此不成比例的毁灭性的情绪风暴，恰恰证明了在你遇见他之前，你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巨大的伤口在等待着被触发。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我们瞬间崩溃。比如在深夜的街上，你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手牵着手蹒跚地走在路灯下，突然之间一股无法抑制的巨大悲伤淹没了你，你站在原地泪流满面。路人看着你觉得不可理喻，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在那一刻你看到的不是他们，而是你内心那个从未得到过父母温情陪伴的小女孩。她对那份温暖的连结有着多么深多么深的渴望。又或者你给伴侣发了一条讯息，你看着荧幕上显示着已读，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回复。一股被抛弃的天崩地裂的恐惧感抓住了你，你的理智告诉你他可能只是在开会或者在忙，但你的身体你的情绪系统却已经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为什么？有时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我们瞬间崩溃。比如在深夜的街上，你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手牵着手蹒跚地走在路灯下，突然之间一股无法抑制的巨大悲伤淹没了你，你站在原地泪流满面。路人看着你觉得不可理喻，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在那一刻你看到的不是他们，而是你内心那个从未得到过父母温情陪伴的小女孩。她对那份温暖的连结有着多么深多么深的渴望。又或者你给伴侣发了一条讯息，你看着荧幕上显示着已读，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回复。一股被抛弃的天崩地裂的恐惧感抓住了你，你的理智告诉你他可能只是在开会或者在忙，但你的身体你的情绪系统却已经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回应触发了你作为婴儿时期最原始的生存恐惧。如果我哭了，而我的母亲没有回应，那我就等于死亡。所以你看，我们成年后在关系中所经历的许多巨大痛苦，往往都只是童年创伤的回声。伴侣的离开不过是把这回声放大了千百倍。那位提问的女士在理解了这个触发器理论后，她也回忆起了一件童年的往事。她说，她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迪士尼的电影，但每次看到电影里小动物要和它的主人分离时，她都会无法控制的大哭，哭到上气不接下气。她说，我现在才明白，原来那种悲伤感觉就像是爱的另一面。这句话多么美，又多么令人心碎。悲伤是爱的另一面。是的，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反复经验到爱与失去总是相伴而来时，我们就在潜意识里将这两者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长大后，每一次我们去爱，内心深处其实都在为那个不可避免的失去做着准备，并感到恐惧。当我们理解了这个触发器原理后，一个更深的问题浮现了：为什么我的火药库里总是装着同一种火药？为什么我总是会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然后上演相似的剧情？那位提问的女士在大师的引导下开始回顾自己的关系时，她突然像被雷击中一样震惊地说：天哪，我现在才发现，我好像总是会被那些有成瘾问题的人吸引。
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这意味着他的人生剧本一直在重复。他开始意识到，在每一段关系里，他都在扮演着一个付出者、照顾者，甚至是受气包的角色。他为他们的人生负责，为他们的混乱买单。他像一个永不疲倦的拯救者，试图把他们从泥潭里拉出来。这听起来是不是也很熟悉？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也曾经或正在扮演着这个拯救者的角色？我们为此感到骄傲，我们觉得自己很善良、很高尚，我们在关系中付出了一切。但是现在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潜入更深的海域，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看似高尚的拯救者面具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你准备好了吗？这可能会有点刺痛，但请相信我，看见它是疗愈的唯一途径。当我们扮演拯救者时，我们其实在 secretly， 在潜意识里为自己取了3个巨大的秘密红利。第一个秘密红利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当你是一个拯救者，而对方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堕落者时，你就自动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你是那个好人，他是那个坏人；你是那个清醒的，他是那个沉沦的；你是那个付出的，他是那个索取的。这种我比你好的感觉，虽然我们从不宣之于口，但它像一种精神鸦片，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自我。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善良的，是有价值的，是重要的。第二个秘密红利是完美地逃避了面对自己的课题。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心理游戏。当你将你100%的精力、时间和注意力都聚焦在修理另一个人的人生上时，他的工作、他的健康、他的情绪、他的原生家庭，你就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借口，去逃避那个你最不想面对的人，你自己。你再也不用去感受自己内心的空虚，再也不用去处理自己童年的创伤，再也不用去思考我的人生究竟想要什么这个终极问题，因为你太忙了，你在忙着拯救另一个灵魂。这听起来多么伟大，多么无私，但实际上你只是在用对方的混乱来掩盖自己的荒芜。而第三个，也是最深层、最隐秘的红利，是创造了一种可控的依赖关系，来对抗被抛弃的恐惧。这是拯救者模式最核心的驱动力。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有一个无比恐惧的信念在运作着，那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完整、独立、没有任何问题的人，那么对方可能就不再需要我，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但是如果他是有问题的，如果他的生活离开我就会一团糟，如果他对我产生了功能性的依赖，那么他就不会离开我。你看到了吗？我们用付出和拯救这件看似无私的外衣，包裹了一个充满恐惧和控制的内核。我们试图透过让对方需要我们，来确保自己不会被抛弃。这是一种用功能来换取安全感的绝望策略。所以当你的伴侣，那个被你拯救了这么久的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你，你的痛苦之所以如此巨大，不仅仅是失去了爱，更是因为你的整个存在模式，你的整个安全体系在一瞬间崩塌了。那个潜意识的信念，只要他需要我，他就不会离开我，被证明是一个谎言，这才是最致命的打击。那位提问的女士，当她听到这里时，她整个人都呆住了。她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充满震惊的声音说：
哇，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是的，这就是顿悟的时刻。然后大师抛出了那个终极的、最具冲击力的观点。他说，你不断地与这些情感上不可得的人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people 纠缠在一起。你以为是因为你爱付出，你以为是因为你太善良，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之所以选择他们，恰恰是因为你在害怕真正的亲密？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的迷雾。你之所以选择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伴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你而言是安全的。它安全在哪里？它安全在你永远不用真正的、完整的、脆弱的去展现你自己，因为你们的关系永远有一个更紧急的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他的问题。你们的话题永远围绕着他，你们的精力永远消耗在他身上。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你的梦想、你的恐惧、你的不完美，你内心那个柔软又脆弱的小女孩，从来没有机会，也从来不需要被真正的看见。你用拯救者的面具，完美地保护了自己，免于被一个人真正看见的风险。因为被真正看见，就意味着有可能被真正的评判，被真正的因为你本身的样子而被拒绝、被抛弃。所以选择一个有问题的伴侣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保护，你宁愿去应对一个可预测的混乱，也不愿去面对一份不可预测的亲密。因为在前一种关系里，如果他离开了，你可以告诉自己，那是因为他有问题，他不懂珍惜。而在后一种关系里，如果一个完整健康的人看透了你的一切之后，仍然选择离开，那你将如何面对那份被否定的感觉？那太可怕了。你看到了吗？你所陷入的这个重复的模式，可能不是一个诅咒，而是一个你为了保护自己而精心设计的防空洞。你是否也曾经为了扮演好人或拯救者而陷入一段关系？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彼此。你的分享可能会让另一个正在迷雾中的人看到一丝光亮。当这个最深层的真相被揭开时，那种震撼是巨大的。但请记住，揭开真相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疗愈。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感受。当伴侣离开时，那股盘踞在你胸口让你无法呼吸的最核心的感受是什么？是孤单，是那种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极致的孤单。大师引导那位女士去感受那份能量。他说，不要去抗拒它，不要去分析它，只是去感受它。感受它在你的胸口是沉重的还是紧绷的，是冰冷的还是灼热的。现在如果这股能量，这个孤单的感觉，它会说话，它会对你说什么？女士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的眼角流下了眼泪。她用一种颤抖的破碎的声音说，她在说，回来吧。她还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想一个人。这句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心碎。回来吧，我不想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她内心在向那个离开的丈夫发出的最绝望的恳求。但是接下来，大师给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一切的最温柔的重新诠释。他温柔地说，你听，这个回来吧，他不是在恳求他回来，这是你内在那个被你忽略了太久太久，那个孤单到了极点的部分，在对你自己发出的最深切的呼喊。
是他在渴望你能够回来看看他，回来陪陪他。你这一生都在向外寻找一个不会抛弃你的人，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的父母，交给了你的伴侣，但你从未意识到，那个一直在被抛弃的是你内在的自己，而那个一直在抛弃他的人就是你。这番话像一道温暖的光，瞬间照亮了最黑暗的深渊。原来那份撕心裂肺的痛苦，不是在祈求别人的爱，而是在呼唤我们自己的爱。这个呼唤你听到了吗？如果你愿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去回应这个来自你内心深处的呼唤。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好，现在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做一次深长的呼吸，吸气，缓缓地吐气，再做一次，吸气，感觉身体放松下来，吐气。现在想象你走进了你内心的一间房间，那里可能很明亮，也可能有点昏暗，不用去评断它。在这间房间的某个角落，你看到了一个版本的你，也许是个小女孩，也许就是现在的你，但她看起来很孤单，很悲伤。她正坐在那里，她是什么样子？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她的表情如何？现在慢慢的、轻轻地向她走过去，不要试图去改变她，不要对她说你不应该难过，只是静静地在她身边坐下来。你可以什么都不说，或者你可以在心里对她说一句话，一句你认为她最需要听到的话。也许是我看到你了，也许是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也许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了。就这样静静地和他待在一起，感觉他身上的那份孤单和悲伤，也感觉你内心升起的那份温柔与陪伴。你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可以慢慢地张开你的眼睛，欢迎回来。这就是你力量回归的道路，这就是从心碎走向完整的旅程。真正的疗愈从来都不是找到下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虚，因为任何外在的人都无法填补一个内在的洞，那样做只会让你再一次上演同样的剧本。真正的疗愈是转过身去面对那个在你胸口哭泣的孤单的内在小孩，成为那个能够给予他无条件的爱与陪伴的温柔而有力的成年人。你寻求了一生的那份安稳的、永不被抛弃的爱与陪伴，其实它一直在你的心里等待着被你自己给予。从今天起，试着像你曾经对待那些伴侣一样对待你自己，用那份耐心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用那份宽容去包容你自己的不完美和负面情绪。当你感到孤单时，不要再立刻抓起手机向外寻求慰藉，而是像刚刚那样闭上眼睛，回到内在去陪陪他。当你开始这样做，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内在的空间变大了，你不再感到被那份孤独感所吞噬，你开始有能力去容纳它。渐渐的，这份令人恐惧的孤单将会转化为一份丰盛而圆满的独处。而只有当你能够在独处中感到圆满时，你才能够在下一段关系中体验到真正的自由的爱。如果今天的内容触动了你，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持续分享能陪伴你走入内心的深度智慧。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彼此。最后，像这样直指核心的内容，建议你先保存下来，在你需要力量时随时回看。我们下次见。